这是一部评分高达 9.4 的岛国推理神剧，14000多人，有超过70%的给他打出了5星高分，甚至有的网友还说这是3季中最精彩的一季，同时也是经典案件最多的一季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2季第1集名律师杀人事件。眼前这名男子叫小清水，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金牌律师，做这行20余年，他从未输过一场官司。第1集的中森明菜就是请他当的辩护律师，最后被无罪释放了。今天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，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秘书准备下班回家。小清水表示工作太累了，想在办公室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走。他让秘书晚上10点钟的时候打电话叫醒自己，临走之前他又再三强调了一遍，让秘书千万不要忘记。随后在窗户边确定秘书离开后，小清水开着车来到一家公寓门口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好10点钟。这边秘书为了叫醒他，专门设置了闹钟，可拨通了工作室电话，半天都没有人接。随后秘书又将电话转接到小清水的移动电话上，这才将电话接通。而小清水呢，也假装在工作室刚睡醒的样子，胡乱说了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。紧接着小清水来到楼上，敲开了301号门。开门的是一名女子，叫做向井，她是小清水的地下情人。原来小清水马上就要结婚，他此次来找向井的目的就是想结束这段关系。向井也表示无所谓，声称自己绝不会反对，但是他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结婚以后还要继续像这样拿钱养着他。这种要求小清水当然不会同意，多次协商无果后，小清水决定杀掉他一了百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向井的老实人男友突然打来电话，表示自己上午的时候有些唐突了，不应该突然求婚的。此时小清水看着桌上插着花的瓶子，瞬间起了杀心。瓶子中的玫瑰花就是向井的老实人男友早上用来求婚的。通话结束，就在向井准备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小清水直接拿起桌上的玻璃瓶，一下砸死了向井。随后小清水淡定地清理完了现场的所有指纹。洗杯子时电话又响了起来，由于长时间没有接电话，对方留了言，来电的是那位老实人男友。他在电话中表示今天很不好意思，决定过来道个歉，现在马上就要到楼下了。听完留言，小清水心生一计，他决定将向井的死嫁祸给那名老实人男友。随后小清水将瓶子的把手放在门口，这样老实人进门后捡起来查看，凶器上就有了他的指纹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小清水用布捂着话筒打电话报了警，声称自己杀了一个人。接着小清水挂断电话，将指纹擦干净后离开了这里。然而刚出门，老实人就坐着电梯上来了，小清水慌忙躲在一边。老实人敲了敲门，半天没有反应，看门没有锁便直接进入了房间。房门缓缓打开，下一秒一个猥琐的男人出现在眼前。原来那名老实人男友正是我们的黄金配角金泉。男人拿起一个玻璃瓶，对着女人的脑袋狠狠砸去，就这样女人当场去世。随后男人将这一切嫁祸给老实人金泉。金泉一边喊着向井的小名，一边走进房间。和小清水预想的一样，金泉进门后捡起了地上的玻璃瓶把手，紧接着又看见地上躺着的尸体，他慌忙上前查看，结果弄得满手血迹，这下可惨了。此时外面还响起了警笛声，如果现在被警方逮到，那么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于是金泉拿着自己送来的东西撒腿就跑，小清水则在车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他的目的就此达到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警方赶到现场调查，金泉这段时间正在休假，他去忙自己的终身大事了。警员方鹤暂时替代他的位置。调查结束，方鹤向古田报告，死者名叫向井日奈子，性别女，今年37岁，职业是三流服装设计师，独居，死因是头部受到重击，凶器是一个玻璃水瓶，死亡时间是今晚的10点到11点。有一名男子11点05分的时候通过死者房间里的电话报了警。正说着，突然同事在电话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，仔细一听，这奇怪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听完，众人意识到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金泉的，于是警方赶忙驱车来到了金泉家里。金泉的屋子乱七八糟的，还有一只小橘猫。此时金泉突然从后门出现，警方实施围捕，最终将他按倒在地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第2天，古田来到拘留所里看望金泉，刚一见面，金泉就大声哭喊着冤枉啊，人不是他杀的。古田询问金泉，昨晚你去向井家是想干嘛？金泉回应说，我去求婚，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以前他的旧名叫花田，我称呼他为小花，毕业之后他才改名叫的向井。金泉表示，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被小花拒绝了无数次，然而就在最近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又有点希望了，便再次向他求婚，结果还是被拒绝了。听完，古田表示，难道你是因为被他拒绝了才痛下的杀手是吗？金泉慌忙摇头表示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人，你帮我调查一下，小花她好像还有一个地下恋人，那个人应该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说完，古田回应，此案我帮不了，警局里的人都认为我俩是好朋友，
上级领导已经把我从这个案子里踢出来了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”谈话结束，古田转身准备离开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金泉大声喊道：“既然不能帮忙调查的话，那么可不可以帮忙叫个朋友过来？他是我的大学校友，是当地出了名的精英律师。”随后画面转过，古田带着名律师来到拘留所。原来金泉口中的律师朋友正是凶手小清水。这下可好，背了黑锅还不算，现在彻底羊入虎口。见到金泉，小清水表面上说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洗清冤屈。其实内心他早就计划好了要把金泉送进监狱。谈话结束，小清水出门准备离开，古田叫住了他，然后开启缠人模式。古田询问小清水关于向井的事，小清水表示他和向井是校友，大学期间两人经常玩在一起，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。说完，古田发出疑问：向井在大学期间的旧名叫做花田，毕业后出社会才改名叫的向井，你说毕业之后两人没有再联系过，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花田现在的名字叫向井的呢？小清水非常淡定地回应说，向井这个名字是他在报告书上刚看到的。说完，小清水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古田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的心中也有了第一个怀疑对象。到了晚上，小清水和未婚妻一家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古田又跟了过来，简单的聊了几句后，古田打算和小清水一起去现场寻找线索。一路上，古田都在试探小清水，故意不说路线，看他能不能直接开到向井家楼下。小清水也非常谨慎，假装不知道路线，一直带着古田在绕弯。来到向井家楼下，古田又故意将硬币弄掉在地上，让小清水按一下楼层，看看他是否知道。不愧是律师啊！小清水笑着说，我第一次来怎么会知道？古田赶忙道歉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你看的报告书里有写呢。随后两人来到案发现场，又开始了斗智斗勇。古田带着小清水来到案发现场，刚坐下，他就让警员方鹤抱来一只小喵。古田表示，这是今天早上宠物店送来的，向井每个月都会把它寄养在宠物店几天。据宠物店的工作人员说，向井和男友要见面时，他就会把小喵送过来寄养，因为他的男友对猫过敏。说完，古田询问小清水，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吧？小清水回应说没有。古田表示没有就好，这么可爱的小喵就借给你撸一下吧。小清水搂着猫咪浑身僵硬，感觉下一秒他就要忍不住。古田见状赶忙又将小喵抱高往他脸上去蹭，声称撸猫你得这样撸才行。随后小清水假装猫咪要逃跑，将猫丢在地上，胡乱找了个借口离开房间。刚出门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而这一幕也刚好被跟出来的古田看到。随后小清水来到拘留所找到金泉，威逼利诱让他承认自己是过失杀人，说是这样就能给他争取缓刑，不然的话就要坐10年牢，甚至还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。金泉被吓惨了，连忙答应认罪。法庭上，面对法官的审讯，金泉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他表示那天的确用玻璃瓶打了向井，但是没想到会这样就打死他。说完，警方开始陈述，凶器是一个直径为12厘米的玻璃水瓶，重量在5公斤左右。用这东西砸头的话，有90%的可能会当场死亡。凶手应该知道后果，所以他是属于故意杀人。说完，小清水开始反驳：第一，玻璃水瓶不是被告带入现场的；第二，案发现场和厨房离得很近，厨房里有很多道具。如果被告想杀人的话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去厨房拿刀呢？那样岂不是更快更方便吗？所以说，金泉属于过失杀人，而不是故意杀人。说完，中场休息，古田拦住小清水，然后对他说：据调查，向井的同事和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位神秘男友到底是谁，只知道向井常常称呼那个人为先生。在岛国，只有那些政治家、作家、医生、律师等有身份的人才会被称为先生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继续开庭。小清水找来一名证人，他是金泉家附近一个超市的服务员。服务员表示，金泉他经常去我们店里逗我玩，还向我求了5次婚，都被我拒绝了。说完，小清水展开陈述，他声称金泉是一个逮到谁就向谁求婚的男人，根本不会因为被拒绝了而去杀人，所以说金泉不是故意杀人。小清水陈述完毕，金泉的过失杀人罪基本上已经成了定局，如果下一次庭审没有异议，法官将会直接宣判。随后庭审结束，回到拘留所，金泉很无奈，他说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的下半生就要在监狱里度过。古田表示，能不能动动你的榆木脑袋，你这是完全被人给利用了呀，明天一上法庭你就直接翻供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行。金泉半信半疑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古田。第二天庭审刚开始，金泉就直接翻供，表示自己没有杀人。一旁的小清水被气得咬牙切齿，急忙站起来对着法官说，现在被告的精神非常的不稳定，他要求退庭。随后来到看守所，小清水询问金泉突然翻供是想干嘛，金泉表示自己没有杀人，不想认罪。接着小清水表示，非要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等着死刑吧。说完转身离开，刚想上车就被古田拦下。古田询问小清水，案发时你在干嘛？小清水回应说，当时在办公室睡觉，秘书可以作证。随后到了晚上，古田再次找到小清水，经调查，
小清水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。工作室有2部电话，一个是固定座机，另一个是移动电话，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。秘书表示第一次打的是座机，没人接听才转接的移动电话。你说你在办公室，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接座机呢？小清水表示睡得太死了，没有听到。说完，古田拿出一卷录音带，原来这次秘书打电话时录了音，因为之前发生过这种情况，秘书明明给他打了电话，而小清水却坚称没有打过，还怪罪他，所以这一次秘书将打电话的全过程都给录了下来。说完，古田播放录音，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接着他又做起了演示，用自己的电话拨打了工作室的座机，长时间没人接听后，座机开启自动回复功能。这里是小清水律师事务所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听到嘟的一声后请留言。播报完后，古田转接到小清水的移动电话上，随便说了几句，把它录了下来。两段录音一比较，马上就出现了问题。古田这段录音里有座机嘟嘟嘟的声音，然而秘书录的那一段却没有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就说明了案发当时小清水并没有在工作室里面。说完，古田准备离开，临走前又转过身来直接摊牌。他对着小清水淡淡的说，杀死向井的真正凶手就是你，明天的法庭上我会还金泉一个清白。说完，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第3次庭审开始，古田出场作证，一上场他就直接表示自己知道凶手是谁。案发当晚，死者家里除了金泉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存在，而且那个男人就是真正的凶手。现场11点05分的时候，有人打电话报了警，可是电话上却没有任何人的指纹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金泉在现场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的指纹，唯独电话上没有。如果他是凶手，为什么他只擦掉电话上的指纹，而不将现场的全部都处理干净呢？很明显，报警电话是真正的凶手打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机会嫁祸给金泉。而且这个人对猫过敏，向井还称呼他为先生。你看金泉的样子，有人会称呼他为先生吗？金泉家里养着小猫，所以向井的那位神秘男友一定不是金泉。那么他是谁呢？古田转过头来淡淡的说道，凶手就是我们的金牌律师小清水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。古田继续说道，凶手的杀人动机就是他即将结婚，想除掉情人一了百了。古田说完，小清水辩解道，不要乱诬陷人，请拿出证据来。随后古田掏出一张白纸，表示证据就在这上面。完全犯罪と思われた押水弁護士の殺人、実は彼は一つ大きなミスを犯してました。ヒントはこの裁判記録の中に残されています。皆さんもちょっと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。古畑任三郎でした。接着古田让警员方鹤找来一个和凶器一模一样的玻璃瓶，询问了在场所有人后，都得到了一个统一的答案，那就是这是一个玻璃水瓶。所有人都说这是一个水瓶，现场只有一个人说这是花瓶，此人正是小清水。报告书上明明都写着凶器是一个水瓶，而小清水却一直说凶器是花瓶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凶器说成是花瓶呢？因为案发当天，金泉曾拿着一支玫瑰花来找向井求婚，家里养猫的人一般都不会买花瓶，向井也是如此。收到花后，他从厨房里拿出了一个玻璃水瓶来插花，凶手看见瓶子里面插着花，就误认为那是花瓶，所以小清水才会一直说杀人凶器是一个花瓶。一次说错很有可能是口误，但说了7、8遍同样的话，那就不是了。小清水就是向井的那个神秘男友，同时也是杀害向井的真正凶手。说完，小清水的未婚妻起身离开，最后小清水也选择了无奈认罪。好了，案件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是岛国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明石家秋刀鱼，他在岛国处于顶尖艺人的行列。1999年的时候，他曾作为岛国出镜最多的电视明星，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随后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鱼叔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